上节课咱们讲到了医学的第一大基础共识，医学存在的终极理由，生命第一。那今天这节课咱们就来聊聊病。关于疾病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。我曾经做过这样一个调查，什么是病？你怎么看待病？答案是五花八门。我总结了一下，大概可以分成两类。第一类，把病和感觉联系在一起，认为舒服就是没病，不舒服就是病了。第二类，把健康和疾病截然对立起来，认为健康就是没病，病就是不健康。我知道你肯定曾经或者一直也是这么认为的，但是必须告诉你，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。感觉不能和有没有病划等号，健康和疾病也没法分得那么开。用一句话说就是，我们的生命注定离不开疾病，疾病是生命的一种常态。这也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医学的第二大基础共识，疾病与人终生相伴。在理解这个共识之前，咱们先来看看刚才那两种对于疾病的观点为什么是片面的。首先，咱先说第一种观点，把病和感觉联系在一起。确实很多人是先有了不舒服的感觉，然后去医院检查，医生告诉你生病了，所以很多人把不舒服和生病对等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你要知道现在的医学检查手段越来越高级，你会发现很多病它根本没有症状，是去检查发现的。也就是说，在没感觉的时候，有可能咱们已经病了。科学杂志就发表了这样一项研究，他说肺癌可以在体内潜伏20多年，然后突然转变为侵袭性的癌症，开始攻击咱们的身体了。这个时候肺癌会迅速恶化。那么你说肺癌潜伏的这20多年，身体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，你能说他没有病吗？实际上多数的癌症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没有症状的过程。科学家推测，在90岁以上去世的人当中，如果能够给他们进行尸体解剖，很可能多数人都已经有了癌症或者癌前病变，只是生前没有感觉而已。所以说感觉良好并不代表就没有病，同样感觉不舒服了也未必是有病。比如怀孕早期，孕妇会出现剧烈的恶心、呕吐、倦怠、乏力，也都不是病。你看，不舒服和病根本就没有必然的联系。咱们再来说说人们对于疾病的第二个常见的错误观念，就是把健康和疾病对立起来，认为健康是没病，病是不健康。这个观点其实不光普通人这么认为，就连世界卫生组织它给健康的定义也是这么说的。这个定义说，健康不仅是没病，而且是生理、心理以及社会适应3个方面的完美状态。但是对于这个定义，很多医生包括我并不完全认可。为什么呢？如果按照这个定义健康是没病，那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健康的人了。因为在我看来，没有疾病的绝对健康是一种永远都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。疾病和健康之间没有一条清晰的界限。举个例子，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开始，其实得冠心病的风险就在不断增加。婴儿一出生，血管就开始慢慢老化，到了成年，血管壁上开始出现斑块，血管会出现慢慢的硬化和变窄。那么这个时候是健康吗？当然是健康那算病吗？也算。血管壁上出现斑块，它能不是病吗？你看，这就是一种健康和疾病共存的状态。那咱们再继续看，当血管继续狭窄，超过 70%、80%甚至 90% 的时候，人们就开始出现心绞痛的症状了。这个时候不光是病了，而且必须得看医生。所以我认为健康包括2个方面。第一，健康是可以包容疾病的。第二，健康并不是排斥疾病，健康是可以生病，又能让疾病康复。所以说疾病和健康之间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界限，二者是可以共存的。你可能会问了，为什么疾病会与人共存，甚至要终生相伴呢？疾病其实就是生命的另外一种常态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人类的进化并不完美，这些不完美就是导致疾病伴随终生的原因。进化不完美体现在3个方面。首先，我们的基因是不完美的。在我看来几乎所有的疾病都和基因有关。比如癌基因，在我们出生以前，这个坏东西它就已经潜伏在我们的基因组里，等待时机，等待被激活。除了癌症，各种遗传病、各种慢性病都跟基因有关。你看这种包含我们生命巨大遗传信息的最底层的东西都是不完美的，是不是有点失落呢？其次，人体设计也是不完美的。比如咱们的胃可以分泌胃酸，杀灭几乎所有的细菌，甚至铁块进了胃都可以被腐蚀掉。但是这么强悍的器官却斗不过小小的幽门螺旋杆菌。这种细菌可以让我们得胃炎、胃溃疡甚至胃癌的几率明显增加。再比如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可以攻击病毒，可以攻击细菌，可以攻击癌细胞。但是这么精密的自我保护体系，有的时候却会误伤自己，这样就会产生自身免疫病，
比如红斑狼疮、类风湿关节炎等等。再比如男性睾丸这么重要的设备，却几乎没有任何防护，就这么挂着，这样就很容易受到撞击和伤害。可以说几乎人体的每个器官都有不完美的地方，基因不完美，人体设计也不完美，够悲催了吧？但是还有第三个不完美，人类与环境适应的不完美。人类进化的速度永远赶不上环境变化的速度，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带来了病。咱们这副身体其实就适合沙漠那种穷日子，饱一顿饿一顿，突然有钱了，你吃饱了，不用奔跑了，这也就带来了很多代谢性疾病，比如糖尿病、高血压、高血脂、高尿酸。我们没办法消除这些不完美，这也就注定了疾病与人终生相伴。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挺悲观的，怎么办呢？人这一辈子怎么就摆脱不了疾病这个坏东西了呢？但是我要说，疾病也并不是永远都是灾难，它也有价值。举个例子，孟加拉国曾经是霍乱高发地区，15岁以下的孩子几乎有一半人感染过霍乱。你可能知道霍乱是一种消化道的烈性传染病，感染之后人会腹泻，严重的几个小时就可能死亡。那你知道吗？现代的孟加拉国尽管仍然会有人感染霍乱，但是有的人症状却很轻，有的根本就没有症状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科学家经过研究发现，这类感染了霍乱但是症状却很轻的人，在他们的基因里有305个 DNA 片段发生了改变，就是这些发生改变的基因增强了他们对于霍乱的抵抗能力。所以呢，疾病可以成为进化的动力，帮助整个物种的繁衍。我知道你肯定会说，那我也不愿意得病，我自己健康比啥都好，至于几千年几万年以后的子孙，我可就顾不上了。那我可要告诉你，没有昨天的病，就没有咱们今天的健康。比如咱们的身体经常会被病毒感染，感冒就是一种最常见的病毒感染。感冒病毒它会不断的刺激咱们的免疫系统，免疫系统也会因为这种刺激变得越来越强大，就可以抵御更严重的疾病了。应该说，孩子每次感冒都能让他的免疫系统变强一次。有一种最新的学说叫做卫生假说，他认为孩子的成长环境别太干净，应该多接触细菌和宠物，增加和微生物接触的机会。这样的孩子成年以后免疫系统反而更强大，反而更不容易过敏。医生们甚至利用疾病来预防病。你肯定打过疫苗吧？打完是不是有点轻微的反应，比如发烧、倦怠、乏力？很多人把它理解成是疫苗的副作用，这其实就是让你生了一场小病，用这个生小病的办法产生免疫力来预防大病。所有这些点在以后的课程里我都会讲到，在这儿也就不多说了。所以疾病尤其是小病也并不一定都是坏事。当然呢，目前这类研究主要还集中在微生物感染领域，至于其他疾病是不是对人类也有价值，或者曾经有过价值，目前还缺乏可靠的证据，咱们期待更多的研究来证明。好，总结一下，这一讲咱们讲了医学的第二大基础共识，疾病与人终生相伴。我们有了3个新认知。第一，疾病和感觉没有必然的联系。第二，疾病和健康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，疾病和健康是可以共存的。第三，疾病也有价值，疾病可以刺激人体免疫，可以成为进化的动力，推动整个物种进化。最后也欢迎你在留言区留言，告诉大家你还知道哪些疾病是因为进化不完美导致的。既然疾病与人终生相伴，那治疗的本质是什么呢？下一讲我给你带来医学的第3个共识。这节课的最后，我想送给你一句话：学会与病共存，因为真正的健康是包容疾病。